回到仙女速成班，我是 Kati。我是 Kavi。我是齐平。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在心灵成长上面都会遇到的问题。在坊间呢有这么多不同的身心灵课程，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如何去选择？而且上了这些课，真的就会对你有帮助吗？大家有没有在自我的探索的过程中遇到一些特殊的教义？可能一开始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启发，但慢慢的开始变得非跟随它不可。像这样子的团体到底算不算健康呢？还是说它其实已经带一点点控制的成分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有一个团体它会让你一定要只能跟随他们才可以找到真理，这样还算是自由的成长吗？如果我们很依赖这样的团体，是不是也失去了成长的初衷呢？对啊，因为这样听起来就感觉不太舒服了。因为真的有所谓唯一的真理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讨论看看什么是健康的身心灵成长。如果你有感受到一种被控制的感觉，那是不是就表示你是时候需要抽离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提到就是关于身心灵成长。要提到身心灵相关的课程，一定会有很多人很疑惑，我们要如何让自己可以健健康康的成长呢？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低潮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很困惑，不太可能我们人生来就知道如何去处理跟解决每一个问题跟我们遇到的事情，对吧？对啊，对啊，这没错。觉得很困惑、很迷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会想要向外去寻找答案？是，对，有些人就会想要去庙里抽签啊。没算塔罗错，牌。对，或者是在一些自我的心灵成长上面，想要找到一些答案。难道我们所谓的成长，只是一味的去追求完美吗？没错啊，我觉得很多人一开始都是因为你的生活卡住了，才会开始灵性的探索。例如说，有些人是失恋啊，有些人是因为失业啊，有些人是因为对于人生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对，我自己就是在完全失去方向的时候，我才开始往内去寻求，就是跟自己的灵魂连接。所以大家在追求灵性成长的时候，有想过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吗？其实我那时候在踏上心灵成长这条路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就是我嗯只是希望可以让那种很痛苦的感觉可以减少一点点而已。嗯，对，就像我自己是一开始在接触身心灵课程的时候，我也是因为生活上遇到一些卡点，然后想要找寻一些人生的方向，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答案。所以我们都是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个问题真的很好，就像真正的身心灵成长，它是帮助我们的内心去找到一些内在的平静，还有自由。那也是让我们自己不再需要去依赖他人，或是依赖一些外在的环境或是外在的一些掌声，而是很清楚的去知道自己要什么，那找到自己的价值或是一些自我的认同感。那我觉得它也可以说，它是一种走向自我完整的旅程。而不是去追求符合某一种标准或是某一种期待，并且好的工具是可以让你在学习完以后还是可以运用在生活上。在这个自我成长的旅程中呢，其实好像不需要遵循某一个人的路径，这其实就像是一场心灵自助餐，对不对？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去索取我们自己需要或者是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冥想呢，可以帮助我们达到静心，然后内在平静。那瑜伽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放松，然后也可以更认识自己的身体？就算是很简单的，只是静坐冥想、静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连接我们自己内在的力量。就是好像我们在这个自我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需要去遵循某一个人的路径。如果一开始你真的觉得很迷惘，你可以先去参考别人的东西。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些调整、一些选择。那我们可以去发现自己更多的无限可能。所以心灵套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吧？那种你好像必须全盘接受我们的方式，否则就无法得到真正的成长。这种感觉好像很有压力耶。对啊，因为这样就是等于你强迫你只能吃某一种套餐。那如果里面有你不喜欢吃的菜怎么办？是蛮好笑的。对，没错。所以当一个团体他说只有这一条路才可以通往真理，那或是说不
跟随我们，那你就会迷失。这有时候很像在隐喻一种依赖，你一定被规定去吃某一个套餐，你完全根本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啊，被迫强迫一定要只能接收。这种情况下，你的自由就被限制了。啊，所以难怪有人会说是邪教。对不对？我觉得成长应该是要你能够用自己觉得舒适的方式，然后用自己的速度去探索啊，多去尝试，然后用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选出最适合自己的。我觉得有意志很重要，就是自对由意志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心灵成长这一块。对，没错，因为就算我们每个人去上相同的课程，其实我们得到的收获也不一定会一样，我们的感受也会不同。嗯，对啊，所以我们不应该要去依赖就是外在的一些什么神秘力量，我们应嗯该是要回到自己的身上，然后认识不同面向的自己，然后完全的去接受自己，学会爱自己。我们去找到自己内在平静的力量，比较像是我想要去追求的。我也嗯，我是。也是，耶。哎，那这样子说来，追求身心灵成长，不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吧。对，对啊，没错，因为一定不可能会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啊，或是他们的生活环境也都不相同。就算是相同，也不可能说哦，个性会一模一样。那我成长，它不是要变成他人期待的样子，而是要逐步变成自己内在会想要成为的样子。没错，我们都是为了要活出最高版本的自己，对吧？嗯，没错，因为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成长方式，帮助我们去找到自己，也可以让我们去保有自由意志，还有觉察能力。对啊，就像整形一样，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整成林志玲的脸，那不就完全的失去自己，而且也太不健康了吧？塑胶脸到处都是。全世界都长一样，大家都是林志玲的话，那是不是没有整的人反而变得最美。自然就是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整理了3个比较极端的信仰的一些特征，或是他们控制的一些手段。第一个呢，特征之一就是极端的崇拜。哈哈哈，可不是潘玮柏的快乐崇拜哦。好好笑哦，这不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信号吗？就是怎么会有一个信仰会要你很积极的，然后只能去敬仰某一个人？当一个团体它过度的去推崇所谓的领袖，就是你只能追求这位大师，甚至你是不准去提出你的疑问，也不能质疑他们，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小心了？因为又不是对，什么皇上还是国王，我们只能唯命是从。对，那假如我发现我身边的人都在说，哦，只有叉叉大师讲的才是真理，不跟随他的话，你就会迷失。那是不是我也可以马上转身走人？没错，没错，完全可以。那个团体啊，要告诉你说，只有这个领袖，他可以懂得所有的宇宙奥秘，其他的所有都是假的。这时候你基本就是一切都是业障。健康的成长，该要让我们拥有是自己探索的空间，而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名崇拜者。你只会去盲从于某一个人，或是因为这个状态就是将自己的力量交托给出去哦。没错没错，不要当成追星者。对，健康的身心灵成长应该是要去协助你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而不是对让你去放弃自我判断的能力。只要一个团体呢，他开始暗示你说，如果你不相信他们，你不按照他们的方式，你就会怎样怎样怎样，那是不是就超不 OK 的？超不 超不 OK。OK，要小心。对，接下来呢，第二个特征就是关于情感的操控，他们会嗯，透过让你，就是让你的成员产生一种内疚感，逐渐你会开始去怀疑自己的这个人的价值，然后让你会去更依赖这个团体。哎，对耶，真的。如果有人开始用那种“为什么你感受不到真正的爱，没有办法被救赎啊？因为你钱就捐的不够虔诚啊。”哦，这种话我就会想，你真认真的吗？这样听起来根本就在情勒吧？情感操控的一个手段啊，那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感到内疚。因为有时候你如果因为内疚啊，你才会去听从这个团体的指示，嗯这样的话术啊，通常会让我们开始去怀疑自我，然后甚至会觉得说，对于团体啊是有产生一些亏欠感，那嗯，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多做点什么？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想？所以这样更容易就会被牵着鼻子走。所以真的要去相信自己的直觉，因为像我上过这么多的课程，经验发现。
若是因为人情压力你上的课程啊，其实效用真的不一定会比较好。就像大家小时候有没有不喜欢上的课？数一定 学，数学课超讨厌。我曾经我不喜欢生物课，所以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通常都是人在，然后我不在啊。但是对于我们自己很喜欢的课程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就会很认真听讲，然后嗯效果通常也会超好。没嗯错，对健康的成长应该是会让你更加的有自信，然后让你去找到内在的力量，而不是让你感觉到去怀疑自己哪里不够好。那这样不就是本末倒置了吗？对啊，只要一个团体一直在用这种方式去教导你，你就要当心了，这可是那种情感操控 PUA 的一部分，要小对，心哦。那我们接下来提到第三个，就是他会去限制跟外界的联系，也是很多极端信仰他们常用的一个手段。这个团体呢，会鼓励你去就是切断所有你跟家人的联系，然后会让你完全可以沉浸在他们的世界里面。你们有听过这种的吗？哇，这听起来不太妙哎。如果一个团体告诉我说，哎，你应该要多参加我们的活动啊，这样才能达到心灵的升华。你不要再跟你的家人跟朋友联络了，他们都是干扰，他们一切都是拖累你成长的拖油瓶。这样听起来很奇怪吧？对啊，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会不要你去跟原生家庭有良好的互动，或是健康的社交关系？这超奇怪的。健康的成长啊，它应该是要支持你去保持跟亲友的联系，然后并且你们会有很好的连接，然后让你是保持清醒，平衡我们内在还有外在的生活。而一个试图去隔绝你跟外界联系的团体啊，真的很像是在构筑某一个围墙或是一个城墙，就像是在城墙里面圈养的一个环境下，那养你可以方猪吗？便他们，这很奇怪，骗人。就可以方便他们对一些成员啊会进行一些控制。那这样不就是跟我们所要追求的背道而驰了吗？对啊，原生家庭很重要诶。没错，所以健康的心灵课程应该让你在内在探索跟外在的生活中里面找到一个平衡，而不是让你把所有的关系都排除在外。如果你发现呢，有个团体要你全职投入，然后疏远你的家人和朋友，那这就是应该离开的信号喽。嗯，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就是这三个特征，就是极端崇拜，然后情感操控，还有限制外部的联系。只要有一个团体它出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大家就要特别小心了。还有哪些是比较健康的团体，它有可能会有的一个状态呢？嗯，我觉得例如说呢，有一个团体，然后他提供的课程有很多种，比如说包含冥想啊，或是灵性成长啊，或是相关的一些进修课程，就是有很多很多选择。那嗯，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去选择要参加哪一个课程，就是你不用全部都报，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其中几个你需要的。然后呢，并且它财务也是透明公开，不会要你一直去捐钱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团体通常他们会帮助你去跟家人和解，像我们刚刚提到原生家庭就是我们的根源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团体呢，才可以帮助你去平衡你的生活。你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蛮健康的，所以他不会去强迫我们所有的成员去全盘接受他所有的活动，大家都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调整。所以他就是不会就是依赖单一的一个权威，然后可以让所有的参与的成员可以更了解自己，到底我可以如何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课程呢？应该很多人都会很想知道哦。嗯，所以啊，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当有一个课啊，有一堂课，不管你过了多久，你还是会想去上。那就像是 Kitty 之前有提到，她当初来上西塔，她也是经过了3个月后发现，她还是很想要去上这个课程，那她就去上西塔课程。然后对，再来呢，就是上课的时间或是费用，完完全全是我们可以负担的，而且不会去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像我自己啊，就很幸运，我是遇到很棒的老师。那有些老师啊，他们会开放让我分期，或是说我想上的课刚好有一些优惠活动，然后或是刚好有免费的上课机会。像我自己就被支付过很多好几万的课程费用，我啊，好幸运哦。真的，对，我觉得真的超丰盛，所以有时候真的要相信我们自己很丰盛，我们自己也值得。然后嗯，并且啊，再来就是，当你想上一个课程，或是这个课程真的适合我的时候啊，有时候脑袋的直觉会有个叮咚叮咚的声音，告诉你说啊，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我那时候是觉得我内心有一个很强烈被召唤的感觉，就是一个 calling，就是好嗯像这个课在叫我去上嗯，对，没错没错，心灵成长的过程中啊，像保持清醒啊，就要保持觉察，独立的一个判断力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总结了3种简单的识别方法，然后带领大家可以去避免到一些心灵陷阱。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那首先呢，我们要先介绍第一种，就是你永远去保持怀疑的心态。就是健康的团体就应该要很欢迎你去问问题，对不对？就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好学生是不是都是一直发问的那个？所以嗯，让你觉得呢，问问题其实是帮助你去心灵成长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种冒犯。对啊，如果一个团体对你提出来的问题表现出不耐烦，这可能就是一种警讯了。成长不是盲从，是探索。没错，因为质疑它本身也是一种力量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清晰的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你我们都要如果说都当这个好学生，对，要当好学一直生，发问的那一种。很爱问，像但是好我上课也奇宝宝，超爱问。对，问好一大堆问题。奇宝宝很重要。对，因为所以我们不要去害怕提出询问，因为有时候可能会让你从提问的过程中去得到一些解答的过程，或甚至会有更多的启发。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你要去小心情感操控的部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情勒，就是这个团体会让你觉得，哎，你不够投入，或是会让你感到内疚，或是暗示你说，如果你离开我们，你就会失去一种救赎了。那通常呢，都是要让你去更依赖他们的手段，对不对？对啊，所以像是那种你不投入就不会成长，这种或是只有我们的方式才是真正的道路，这种话听起来就让人家有亏欠感，那你会想要更依赖他们。而且这你某些时候其实会还蛮不舒服的。那像健康的成长，它真的是应该要给予力量还有信心，它是要让我们是感到更有信心，而不是说去操控你的内疚感，然后让你留下来。因为这样的情感操控背后隐藏着是依赖还有控制为目的哦。对啊，因为这几年情勒很流行，情勒就大家超不喜欢的。不喜欢，那第三种方法呢，就是要去永远相信跟尊重你自己的直觉，就是要听从你内心的声音。那我们保持自我独立的判断。如果你在活动当中呢，内心会感觉到不安或是有疑问，请大家不要去忽略这种信号，这有可能就是你内心高我可能发出来的讯息。不是有句话都说 “follow your heart” 吗？就是去正视自己内在的一些声音，那可能也是来自于宇宙的提醒，对不对？我们一定要记得随时去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相信自己是真的很重要的，不要一味的盲从。对，往往会在你感到怪怪的，哎，我真的想要这样做吗？就相信你的直觉，这些小声音其实都在提醒你，当这种感觉一直持续，那可能真的就是你需要重新审视的时候了，这样才不会掉进陷阱中哦。没错，因为直觉啊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保护屏障，提醒你说，哎，什么是对你有益的。所以无论外界的包装如何，我觉得内心的感受才是真正最真实的指引，这样才能在那个成长路上啊，去保持清醒跟自主。的灵性成长应支持你的独立性，帮助你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很多身心灵的团体本身是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只是出发点是良善和方式合理，通常都不会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任何充满极端崇拜啊，像我们刚才提到那3种状态的话，才值得我们去警惕它。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然后多方寻求帮助，以免在不知不觉中被不良的这些团体呢侵蚀你的心灵了。内容呢，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去分辨所谓健康的身心灵成长，还有极端信仰之间的界限。如果成长的目的是让我们感觉到更有力量，发挥自己对生活的主导权啊，或是更有自信啊，就是眼神会闪闪发光的那种。没错，那我们也欢迎啊，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去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看有没有在身心灵中，就是这条路上有没有遇过像是一些心理陷阱啊，或是让你会觉得不安的一些信仰，不用担心去害怕说出自己的经历。那我们都是在成长的路上的探索者，说不定你的经验也可以帮助到其他人，那也让大家可以在这条路上彼此互相的支持。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安全也很有爱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自由的留言。然后你们的所有的亲身经历啊，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珍贵的，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分享，让我们一起保持清醒，然后找回属于自己的内在力量哦。真正的指引呢，其实就是来自内在。那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最强大的神住在每个人的心中，要相信每个人内在都有疗愈自己的力量。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哦，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们未来每一集成长相关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一起在这趟自我成长的路上携手前行，保持心情。我们下次见喽！谢谢大家，万圣节快乐！